同学们好，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运算放大器在模拟电路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 MOSFET 呢，则是另外一种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当中都有着重要地位以及广泛应用的这样一类元件。下面呢，我们首先学习 MOSFET 在数字电路中的应用，也就是用 MOSFET 构成几个基础的逻辑门，比如非门、与非门、或非门。而关于 MOSFET 在模拟电路中的应用呢，我们则将在第45讲当中来进行学习。在这里，每一列当中上下两个逻辑门的符号所表示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第一行的逻辑门呢是我们在工程当中通常用到的逻辑门的符号，而第二行呢是 IEEE 推荐的逻辑门的符号。那么同学们以后如果在各种场合见到这样的符号的话，要知道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前面在讲 MOSFET 的电路模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当 MOSFET 用在各种数字电路中的时候，应用的是它的 SR 模型。也就是说，当 MOSFET 导通的时候，它的 DS 之间相当于是一个电阻。那下面我们就要用 MOSFET 的这个模型来分析它是如何实现了我们所设计的逻辑门的逻辑功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用 MOSFET 实现的反向器。那么反向器实现的逻辑功能呢是取反，也就是当输入等于0的时候，输出等于1，而当输入等于1的时候呢，输出等于0。在这里我们所说的0和1都是指的逻辑0和逻辑1。我们假设逻辑0是一个接近0伏的信号，而逻辑1呢是一个接近5伏的信号，并且这个地方的 US 取的就是逻辑1。在这儿呢，我们姑且先接受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当 MOSFET 的输入 UGS 等于逻辑1，并且这个 US 等于逻辑1的时候， MOSFET 导通并且工作在电阻区。也许有的同学会有疑问，怎么就能确定这个时候 MOSFET 是工作在电阻区，而不是工作在饱和区呢？这一点需要等到同学们在后面学完第41讲非线性电路的分段线性解法以后，才能够来做具体的分析。在这里呢，我们不妨先接受这样一个假设。好，下面我们首先来看输入 UGS 等于0的时候。当 UGS 等于0的时候，由于这是个逻辑0，是接近0伏的，因此呢 MOSFET 是关断的。那画出它的电路模型就应该是一个打开的开关 ，DS 之间开路。那当然，这时候 UDS 就等于 US 是等于逻辑1的，正好实现了取反的功能，输入是0而输出是1。再来看输入 UGS 取逻辑1的情况，那么这时候 MOSFET 导通，那 DS 之间就相当于是一个电阻。那这时候的 UDS 呢 ？UDS 应该等于，就相当于是 US 通过这样一个回路在 Ron 上面的分压，所以就应该等于 Ron 除以 Ron 加 RL 再乘以 US。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输入 UGS 是逻辑1，我们期望的 UDS 这个时候应该是等于逻辑0，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小的值。那在上面的这样一个表达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现在的 UDS 是一个逻辑0呢？那显然就应该满足 Rn 要远远的小于 RL。也就是说，对于在数字电路中的这样一个电阻 RL， 我们的取值必须要满足它远远大于 Rn MOSFET 的这个导通电阻这样一个条件，才可能正确的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逻辑。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好，下面我们通过仿真来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一下我们用 MOSFET 构成的这个反向器
是如何实现输入和输出反向的。如图 MOSFET 2N7000，输入信号 UGS 接100赫兹的方波 ，DS 两端接5伏高电平和100千欧上拉电阻。输入信号用红色表示，输出信号用蓝色表示。打开示波器，打开仿真开关，暂停。我们可以看到，输入信号是一个方波，输出信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波。我们可以将输出信号做一个偏移，输入信号为0伏低电平时，输出信号是5伏高电平；输入信号为5伏高电平时，输出信号为0伏低电平，验证了反向器的逻辑功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将输入方波从100赫兹改为20千赫兹，我们重新运行，暂停。我们将信号的时间尺度拉开，我们可以看出，输出信号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波。输入信号为5伏高电平时，输出基本还是0伏低电平，逻辑正确。但是对于输入0伏低电平，输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5伏高电平。这说明这个反向器电路达到了最高工作频率限制。当逻辑门电路输入信号超过最高工作频率时，逻辑运算结果可能出现混乱。由 MOSFET 构成的反向器在高频输入情况下，它的输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真？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动态电路部分还会跟大家详细解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反向器的实验，并且与理论分析结果以及仿真结果做一下对比，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由 MOSFET 构成的反向器，输入为方波，通过可调电位器调节其平均值，中间的调节电路使得3级的输入电压为一脉冲序列。用示波器来观察3级输入电压和漏级的输出电压。现在看波形，可以看到，当3级输入电压为高电平的时候，漏级的输出为低电平；反之，当3级电位为低电平时，输出为高电平，说明该电路确实实现了反向器功能。